Hi everyone， 欢迎来到守望好莱坞。2022年的圣诞节，加入奔驰车队的米克·舒马克晒出了一张全家福，是他跟妹妹和妈妈科琳娜的合影。人们都在问，车王去哪儿了？米克·舒马克正是车王迈克·舒马克的儿子。迈克·舒马克这个获得过7次世界冠军、154次站上领奖台的车王，迄今为止仍然无人超越。而自2013年出意外陷入昏迷之后，他再也没有露过面。医生几次建议舒马克成了植物人，已经没有救治的意义。但是他的妻子科琳娜却从不放弃，变卖家产也要留住丈夫。9年时间耗费20亿，这个数字不是一般人敢想的。舒马克能成为一个时代的车王是命中注定的。别看他的家庭经济不是很好，但是家庭环境太好了。他的父亲是德国一个赛车场的负责人，母亲则在赛车场附近开快餐店。耳濡目染加上天赋以及父母的大力支持，使得他从小就跟赛车冠军结缘。1987年，18岁的舒马克以卡丁车比赛冠军的身份，正式开始了他的职业赛车生涯。1991年，他第一次涉足 F1， 一下子找到了自己更好的感觉。从1991年到2006年，在这16年的 F1 职业生涯中，他几乎打破了 F1 所有的记录，7次世界冠军，154次站上领奖台。赛车有的不光是速度与激情，还有稍不留神就会车毁人亡的危险。1994年，他获得 F1 生涯中的第一个冠军，靠的是好运气。别的赛手冲到草地撞上了护墙，舒马克的竞争对手于是从内道超车，却被死死守住自己车道的舒马克给撞飞险胜。但是在1999年，他却没那么好运了。30而立的他发生了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事故，他的法拉利赛车撞上轮胎墙，人们只看见飞扬的砂石和赛车碎片。那一次他的腿严重骨折，就在人们以为他从此退出赛场时，他却在3个月后回来了，并且在2000年开启了他接下来的世界冠军5连冠。2006年，也许是连着拿了5年的世界冠军拿烦了，舒马克选择退役。他在瑞士开启了和家人共享时光的美好日子。别看赛场上的舒马克是成绩斐然，但现实生活中的舒马克却是个对妻子疼爱有加且零绯闻的好男人。与此同时，舒马克热衷于做公益，他和妻子的爱情更是被称之为体坛内的模范夫妻。也正是因为舒马克对妻子一心一意，才促使妻子在舒马克濒危后一直不离不弃地守着舒马克。舒马克在1995年和科琳娜结婚，作为令人羡慕的 F1 第一夫人，科琳娜本人却没什么存在感。一般车手在交往女朋友的时候，都故意会在镜头面前秀恩爱，但科琳娜截然相反，她总是喜欢待在不起眼的角落，等舒马克处理好事情之后，就跟他一起离开。或许正是科琳娜不争不抢的态度吸引到了舒马克。1989年，舒马克年仅20岁，那时的他还是 F3 的小菜鸟。有一次，车队举办了舞会，这是舒马克和科琳娜的第一次碰面。舒马克对科琳娜一见钟情，但狗血的是，科琳娜当时是队友弗伦岑的女朋友。正所谓朋友之妻不可欺，舒马克自然也明白自己只能站在好朋友的位置上来对待科琳娜。舒马克原以为自己的暗恋会无疾而终，没想到却出现了转机。弗伦岑想要去日本发展，可科琳娜持反对意见，两人因为这件事儿频繁吵架，最终不欢而散。见科琳娜分手，舒马克抓住机会跟科琳娜表了白，科琳娜也同意了。事实证明，弗伦岑当初放弃爱情选择是错误的，因为他足足在日本 F3 打拼了3年的时间，才如愿以偿进入了 F1。然而此时此刻的舒马克早就将分站冠军的奖杯收入囊中了。最重要的是，舒马克身旁还有科琳娜的陪伴，可谓是人生大赢家。1995年8月，舒马克已经是闻名于全世界的世界冠军，此时的他已经功成名就，而他也在最辉煌的时刻迎娶科琳娜。舒马克和科琳娜将结婚地点选在了德国的乡村古堡，在受邀嘉宾中有一个人的名字格外显眼，那就是科琳娜的前队友弗伦岑。这就是典型的追妻火葬场，
昔日女友成为了队友的妻子，估计弗伦岑心里也不是滋味。如果大家对赛车界比较熟悉的话，就会知道 F1 围场里充斥着大量的美女，没有最美的，只有更美的。纵观这些美女团队，科琳娜是最不起眼的，属于放在人海中就认不出来的那个。在美女云集的氛围下，其他的车手都不知道换了多少女朋友了，闪婚闪离的也不在少数，只有科琳娜成为了例外。不论舒马克获得多大的荣誉，舒马克身边永远只有一个女人，那就是科琳娜。舒马克在车坛一路摸爬滚打了20多年，他却一直是零绯闻的状态，亲吻最多的除了科琳娜之外，恐怕只有冠军奖杯了。对于舒马克的表现，科琳娜也不禁调侃，舒马克就是个乡下的土老帽，就算是美女站在他眼前，他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家搭讪。但舒马克又岂是真的土呢？只不过他将所有的情话都留给了科琳娜罢了。就好比当记者询问舒马克最喜欢采取什么方式来减压时，舒马克毫不犹豫地回答道：和老婆洗澡。这么直白的话语，科琳娜听了当场差点羞死过去。可见舒马克并不是不会搭讪，只是他的眼里只有科琳娜罢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，这句话用来形容科琳娜再为合适不过了。科琳娜平时低调惯了，就算是有舒马克的比赛，科琳娜也不喜欢去赛道抛头露面，特别是生了孩子后，科琳娜几乎不再踏足赛道。不过在1999年的比赛中，舒马克不小心撞断了腿，自从突发了这个意外，科琳娜只要一有空便会陪在舒马克身边。舒马克是我的丈夫，不想从别人的口里了解他的伤势，我要亲自照料。事后每一场赛事，科琳娜都提心吊胆，害怕舒马克哪里磕着碰着。好不容易熬到舒马克退役，没想到舒马克是个天生闲不住的主，居然又去开摩托车了。不久之后，又重新站在了 F1 的赛道上。科琳娜了解舒马克的行事风格，倘若为了安全，一味地将他拴在身边，舒马克肯定受不了。无奈的科琳娜最终也妥协了。2012年，43岁的舒马克彻底退出了赛车生涯。不过他并没有退出极限运动，野外滑雪成了他新的爱好。只是这一次车王没能成为雪王。2013年，他彻底栽在了滑雪的路上。2013年12月29号，网络上出现了一个震惊全球的世纪大新闻：大名鼎鼎的车王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滑雪时不慎摔倒，头部右侧刚好撞击到了岩石上，从而引发了脑出血症状。16年不要命的赛车争冠军都没能要得了命，这一次真是阴沟里翻船。送往医院后，医生顶着高压连夜进行开颅降压手术。由于伤势太严重了，医生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手术过后，他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。在陆续的时间里，医生对其进行了多次的唤醒程序，但都无济于事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在此期间里，他还感染了肺炎，每天都徘徊在死亡的边缘。刚开始，科琳娜还是抱着很大希望的，毕竟以前赛车场上的那些事故，她都挺过来了。但是她没想到，这一次老天不想给她机会了。手术之后，她一直不能醒过来，医生委婉地告诉她，这样跟植物人没什么区别，甚至建议对舒马克实施安乐死，这样也能进一步减少他的痛苦。但是科琳娜并不放弃，她招募了一个15人的专业医疗团队，24小时不间断照顾丈夫。为了能让他们安心工作，还专门建了独栋别墅让他们居住，光这房子就花了1亿人民币。医疗团队1周的花费就高达5万英镑，这样的无底洞，科琳娜甘愿去填。虽说车王为家庭挣来了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，但放到她的病上，这些钱也见紧。科琳娜陆续拍卖掉了家中的各种豪车，卖了在瑞士的豪宅、私人飞机、马场以及那些名贵的马，还有属于她自己的财产。舒马克自己名下的财产，她不能变卖提现，因为必须得有舒马克本人签字才行，他只能卖掉他们夫妻共有的财产以及自己的财产。就算是她自己变得一无所有，她也照卖不误。在静心让丈夫恢复的这几年，她很少向外界透露丈夫的情况，以至于有些不明所以的人指责她用心险恶，图谋财产。
她却轻描淡写地表示，她只想给丈夫一个安静的恢复空间，所以每一年都要传车王醒来了的消息。其实在2014年4月份的时候，克琳娜曾经发声说她偶尔有了有意识的迹象，到6月份她已经脱离危险，搬出了法国医院。那时候她还把世界杯的热度给抢走了。克琳娜的资产没有白变卖。2018年，舒马克终于不再依赖呼吸机。2019年，克琳娜又带他去巴黎医院接受干细胞治疗后，他终于神志清醒。从2003年昏迷到2019年清醒，再到2022年不断康复，9年的时间，克琳娜为舒马克花费了20亿人民币，换来了一家人的齐齐整整。克琳娜靠着强烈的爱和强大的财力支撑胜了。虽然至今一家人还无法一起出境，不过相信不久的以后，他们为舒马克留的空位，舒马克自己会填补上。也希望有朝一日，舒马克能真的醒过来，出现在镜头前，笑着跟大家打招呼。最后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别忘了按个赞，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感谢您的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